低期货现货完之以后，大家难买也难卖，就是你也知道贷款比较难贷嘛这我看起来叫做变相的保护这个市场变相保护它让那些实力比较不够的人先拒之门外。你看现在还有办法上车的人，不管是新青安还是首购，还是买到二屋三屋，第二屋自备款50%第三屋自备款70%，现在还有办法再买的人，多么的坚挺啊！这都在打消未来那个房地产泡沫化的疑虑，所以房地产市场长期来说我认为还是相当之坚挺啊，没什么问题聊了那么多，总之就是凡人要干嘛？凡人买房子就这样房子买不买得起？都买得起啊，北部的房子也可以因为我去看过，最近去看过。你一讲就台北市，你一讲就新北板桥、新北新庄、三重、泸州，你当然很有问题。新北很大很大呢，非常的大呢，坪林也是新北啊，淡水也是新北啊，你走不去哪里看？30年前买房，现在变成资产阶级的关键原因揭露。先说结论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原因就是那间房子的增值能够让你直接跨越一个阶级。那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叫做比比皆是。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社宅会保障老人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30年前买房决定现在的阶级。那这是一样是聊一个新闻，来标题我念一下：30年前买房决定现在阶级那这个是一个专题报道我简单讲一下，就是主计处公布了国人家庭财富分配调查报告，图我也找好了来你看，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就是他把全国家庭财富分成5等分位然后中产阶级是第3等分位跟第4等分位，那资产分别是906万元跟1581万元。60岁的阿班阿班是化名好，阿班，那他就算了一下，他现在是落在第4等分位就是中产阶级中偏有钱的，但是他其实没有特别有钱，收入也很普通就因为他30年前买了一间房子，那间房子买的时候不到600万现在涨成1500万那这中间的价差才让他变成第4等分位那对比就是说他的朋友他朋友都没有买房那其实他们的薪水一直以来都是差不多，对啊，薪水不是差不多吗？薪资吗？对啊，所以那个现在才一直在推动那个基本工资的调涨嘛。网络不是动不动会来帮大家回忆一下什么10年前、20年前的报纸拿出来发现那个起薪甚至有些比现在还高就是薪资没有跟上去那这个阿班他就因为他在30年前买了一间房子，然后现在就可以让他直接跃迁成第4等分位然后他的朋友还在就是少他一阶就对他就很感慨他只是把钱拿去买房子，然后他的阶级就完成那个向前迈进向上攀升，故事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奉劝你上车我又不是房仲我又不是代销对，讲到这个先讲一下，你是不是以为我是房仲？我真的不是房仲，我真的没有。那我也知道我的买卖，我干脆自己去考一张房仲牌然后自己做自己的交易，我可以有那个服务费嘛，相当于打折。我就没去做这件事情。对，我不是房仲我也不是代销我也不是建商或什么就是一个闲人。好，那我刚才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他那个采访的那个名字都有出来那就算我不跟你说，你也觉得这应该很真实嘛，很像真实的故事，因为这个不就是发生在你我周遭的故事吗？搞不好你的爸妈或是你的那个什么阿伯阿姆他们就是这个故事中的阿班这也是我一直建议你上车的原因对啊，买一间房子换一个阶级上升的机会。那你也不要跟我说这个社会哪有什么阶级之分就有对不对？主计处都直接帮你分好不是？对啊，你不是说什么人人平等？那你画这个等分位是在干嘛那你以前小时候国小时候不是要写那家庭背景资料家庭经济状况，然后什么富裕、小康、普通、清寒，然后给你勾。
那就阶级啊，对不对？那不是还有一个都市传说说，就算你的家境普通，你也要勾小康，不然你会被欺负什么的，对吧？所以这个社会本来就有阶级，本来就有那你要怎么跨过阶级来，我先随便讲几个。第一个创业，来，第二个买房子，第三个找一个富婆第四个买乐透。好，你认为哪一个胜率最高？其他条件我们先不考虑胜率最高。然后你再想想看，哪一个是比较没有门槛的买乐透最没门槛啊，什么50块就可以买嘛，100块也可以买，可是你觉得它胜率怎么样最后你要知道，买房才有机会让你跨越阶级。我们接续刚才的问题，4个选项创业、买房子、找富婆、买乐透。那我们先讲创业，对，又要讲那个创业九死一生九死一生不是形容词九死一生是数据佐证的创业成功率到底有多低？来，你看这张图表，这是中小企业处创业咨询服务处的统计。来，一般民众创业1年内就倒闭，几率高达 90%， 所以有 10% 存活嘛那存活的 10% 里头，又会有 90% 在5年内倒闭。对，前5年的阵亡率，开公司的话高达 99% 啊，对不对？那剩下的1%，你以为剩下1%每个都大富大贵没有剩下1%也不是全部都活得很滋润呢，一大堆也是半死不活，对不对？钱都被财团赚走了，什么有没的。然后你来看找富婆或者你要找一个女生的话，找一个高富帅2代，这个又很看个人的条件，跟你加班的体力反正我长这样就你看我的长相，你就知道这个时候我已经出局了，你知道那最后剩下什么？买房子对啊刚才这个小班不就是买房子？他买那个房子有要投资资产吗？没有一定是买来自己住的嘛。30年前谁那边房地产？30年前你要做房地产，你应该做的东西也不会是住宅，应该是土地才对。小班这个跨越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案例就这样啊，买房子你爸妈也是啊，对不对？大部分的人都是透过这个方式来跨越中产阶级的这个枷锁。好，那又要讲股票，对不对？那来股票，我相信股票也可以，但还是回到那个就是所谓的胜率问题胜率问题。你买房子的胜率就是远高过股票嘛，对不对？就是嘛，这就是事实嘛。你买股票的短期投资报酬率，那可能会远高于房子，这是没有错但我们刚才的例子，小班持有时间30年，买房子赢30年，这叫很正常。来，股票赢30年，赢给我看，这个叫干翻巴菲特而且30年前你会买现在的那个明星股票吗？应该不会，因为那时候一堆公司都还没有开，对不对？30年前大立光可能都还没成立的时候你说这个未来会有一天会有5000块，好，那你就买，没有这种事情这还是回到胜率问题。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就是去胜率高的市场就对了，赚的少就少，至少稳健太多人买股票赚钱，然后又投入赚钱了又投入又 all in 又 all in， 那绝对就是又是那句话叫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最后来个血本无归。血本无归你已经老了，那不是很恐怖的事情吗？股票长期的胜率在台湾来说打不赢台湾的房地产。我说的是在台湾来说因为台湾房地产市场很畸形，非常的畸形，那个跟日本、美国我们的税制都不一样。来，第4个买乐透。买乐透不用讲了，对不对？中了就是直接有钱，而且乐透我之前也提过，就是乐透它是量产富翁呢，还量产富翁呢。你看那个创业5年死亡率 99%， 那个乐透大乐透威力彩还是什么彩金很高过亿的那种，他平均1个礼拜制造一个富翁呢，很快呢。他这样子1年，你看他制造几个富翁？可能200个吧，中了你就直接有钱人通常是没中嘛，这个通常几率又过大，你知道，所以你买乐透，你认为你中头奖的几率你预设就要是超级低才对，那有中真的就是命那你至少买一间房子嘛，对你买一间房子这大概是最容易实现阶级翻身我的建议是，我们就凡夫俗子平凡人嘛，那大概就是买房子，买的久了买的多了，那你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会翻身。你都在买房子，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乡下地方那买了之后到现在也是没涨没跌，甚至赔钱。你有在研究房地产，你就不会去买那种地方。拿那个乡下破落的三合院来讲，这个又是
拿特例来看同理，那你就买蛋黄区嘛，蛋黄区老公寓有差哦，就敢买下去嘛，然后说不定还给你等到都更啊。那其他的选项，不管是创业啊，哦，还乐透啊，哦，还是富婆啊，还是那个高富帅二代啊，这个都运气，甚至身体要很好才有办法，那就跟我们这种都没有什么关系。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30年前买房决定现在的阶级。那我跟你分享了一个新闻，就是小班的故事这报道啦，这不是什么故事那小班跟他的朋友收入没有差多少钱，但是因为小班在30年前他就买一间房子放到现在，所以他现在跃迁了成家庭财富全国家庭财富的第4分位，也就是所谓的有钱的中产阶级。那他的朋友因为一直住家里，所以就没有享受到买房子的增值。他们2个人呢薪水差不多，但他的朋友就是在什么第5位，就反正低他一阶就对了归类到没钱的中产阶级。那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小班的故事套用到你生活中都有对应的对象你也不要讲说什么你爸你妈，说不定你家楼下管理员就是现在为什么要做管理员？因为太闲了，或是你就是那个小班，以前有买房子，然后其实自己也不厉害你就是因为有房子然后现在生活比较滋润。而我也认为持有房地产的长期收益会比其他的方式在台湾来说更加的稳定。我们举了几个可以让你跃迁阶级的方法创业、买房子、找富婆、找二代跟买乐透。其中创业的胜率只有1%呢，找富婆、找二代那个就是你身体要超级好女生的话就要超级正，乐透的话那是命里有就有这没办法努力的。那像我们这种平凡人留给我们的选项大概就是买房子这个选项，这无数成功案例就这样啊。那些早年买房子也废的，工作能力也不突出的一些老人他们不是都很成功很上岸一堆啊？我们走在路上的阿伯吊嘎篮摆脱，然后手上好几间房子，这种人一堆啊算起来那个资产破亿很可能很多那个6都里的老头不是都这样吗？他这样收房租他1年收下来房跟他的房子加起来可能比一间中小企业市值都还要高，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的畸形。那我也相信我们就努力的赚钱买房子，未来我们有很高的几率会变成那个有钱的阿伯。我们没有那么有钱也没关系那为什么？因为房子是能产生租金的。那你说有些房子老了没人租，那你又回到那个问题，你买房子的眼光，你怎么会买一个未来租不出去的房子判断嘛？那你在蛋黄就是没问题，蛋黄就是有人会租我也知道从化区很有爆发力可是你看我有一直跟你鼓吹什么从化区嘛？你看我会员影片也都知道我自己的资产也大概都是放在蛋黄。对啦，比较贵，涨幅比较低比较低就比较低，有什么关系？稳健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
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100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讲八卦，就是说房子这种事情房子在台湾这3个字要特别点出来，是因为台湾的房地产政策真的畸形这确实很畸形。你跟那个欧美跟那个日本都不是同一件事情，真的不是同一件事情。大家最常讲的就是什么日本送房子住，日本房价才多少，那为什么台湾房子那么贵？持有税这个要讲几次，就是太多乡民都会直接说你看南韩买房子才多少，美国买房子才多少，台湾那个破房子破公寓为什么就要开这个价格？持有税。美国的房地产你持有中那各州又不一样，蛮复杂的。你基本上你可以认为说，你当初房子买多少，你大概1年里头要在这个房子持有它的成本，包含什么请人打扫院子说什么那个草皮不割会有问题，什么会被罚，你大概要算 3%， 很恐怖的事呢。你买1000万的房子1年30万呢。换句话说你在那些欧美先进国家，英国美国都一样英国也有，我也看过那个乡民在讨论持有税是很恐怖的事。日本也是持有税怎样都比台湾高啦。我们台湾的公寓老旧公寓持有税就那个房屋税跟地价税，房屋税因为它屋龄超高又不用收了，因为房屋税是看你建物的产值它40年产值几乎都归零归零就不用缴就这样。那地价税那也就几千块，因为是用公告地价去计算，那个都严重偏离现值嘛好，所以台湾的房屋持有税叫做超级低，不要又拿特例来讲同理，说什么那个吴江那个豪宅因为它的路段率因为它房子很新那都特例
整个六都整个台北盆地里整个高雄市里大家的持有成本就是很低那这是台湾的特征畸形的特征。政府立法委员把这个环境维护的这么好，你还不上吗？你看不懂吗？对啊我们的持有税超级低，所以房子可以超级贵，它又有生产租金的能力，就很好啊。我这里要再提一件事情，就是说房子随着时间增加，你每过1年屋龄是加1的呢过2年加2呢，每年都加1加1加1这样加下去，老屋非常的多的情况之下，房子的价值应该要怎样？应该要减损，对不对？因为它变老了它变老了。可是为什么它的价格在增加？价值是减损的，价格是上升的，你不觉得这很神奇的事吗？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通膨嘛，对吧？通货膨胀嘛。那个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反正就有修过，反正通膨就是现代金融体制的肿瘤啊，都没爆的时候良性一爆就是恶性就是这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那房子房地产楼市它又是拿来平衡这些，你要说超发货币也可以很重要的蓄水池，那自然就会变成价格会一直增加。其实30年前的房子同一间跟现在这个屋龄加30的房子屋龄加30它价值应该要变低，对不对？因为它房子更老更烂了，但它的价格都是增加的。为什么？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变成说逼的货币要跟得上去这样。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房子是给钱住的，不是给人住的，对不对？常常讲嘛就这样。台湾真的很有钱，非常非常的有钱，而且很爱存钱。但是现在年轻人很浮躁，当然买股票 ETF 干嘛没的老人这也不用多老，大概45岁以上，最主流的理财方式还是储蓄还是储蓄。这其实很不 OK， 真的是不 OK。为什么？又变成说你存了一辈子的钱，好像是等着诈骗集团来收割，你不如买房子，然后故意有贷款。你明明可以还清，你也是故意缴贷款，为什么？你让诈骗集团去对付那个嘛银行的法务部门嘛？你看那个诈骗集团哪个那么厉害？总之就这样我们钱真的会太多，然后导致房子这种吸纳资金的资产因为通膨的关系，它的价格就上升，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30年前、30年后，那你现在看30年后的通膨是比现在还要减轻，还是会更加严重？应该没有人讲会减轻，如果会减轻，那就是改朝换代了。我跟你讲那现在的便当多少钱？30年后要多少钱？缺工缺料，美德少子化都是成本一直加一直加，未来一定会更加的昂贵。同样便当还是那个便当，为什么以后可以卖那个价格，不是那个价值它价值还是一个便当，同样的便当3菜1汤就因为通膨，所以你可以不相信房地产会上涨，你可以不信，可你要相信通膨，你就相信通膨。一旦你相信通膨，做什么事情你要做什么资产投资，其实豁然开朗你就找一个会跟通膨一起摆动的嘛通膨这个东西一直往上升你就跟着一起嗨，只是这样股票我不敢你的股票我就是很不敢，你可以说我胆小，你可以笑我或怎么样，而是我看那些买股票长期下来的同事的我现在没有要酸你们反正就是股票这样，我们在公司那么久了你也做那么久了，然后开会的时候在那边手机拿在桌子底下看你的股票，我看都绿绿的弄了现在也5年以上了你的房子在哪里怎么还没有就很奇怪的事情股票能不能赚到大钱？一定有，不然大家不会这样前仆后继的进去。但是怎么觉得一进入股市反而离房地产是遥远的？至少我看我以前上班的同事的表现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一开始就去买房子的人那反而很 OK。 所以钱要放哪里？是我要放房子，放股票不是不能考虑，而是说我在存下一间的头期款的时候不知道放哪里可能就先放里面之类的。而且你放房地产有什么问题吗？假设你有200万，你拿去还房贷，你相当于说你1年可以省下 2% 这也是一种赚钱嘛只是说你放进去，你要再拿出来，以现在的第7波限管是不行的，你房子出来的钱不能再去买房子。政府其实下棋是精准的就是变相的驱离这些钱去哪里？去股票去股票，股市很欢迎然后房地产的那个限制一直加就这样股票我不敢我真的不敢那个股票我看起来胜率有点低对不如房地产的胜率高。除了股票以外，有没有更猛的东西
不讲股票市场，什么期货、什么选择权，不讲那个虚拟货币，对不对？虚拟货币，比特币最近不是又那边撞到什么9万、9万5、9万8，说我们要突破10万大关，因为川普上台对比特币来说是利多哦。我看了一下，比特币的广告又变很多，然后一大堆，就以前也没听过虚拟货币的又开始在那边买了哦。就这样奇怪了，他趴在那个4万5万的时候，你怎么不买你怎么让它涨起来你才要冲进去这不是就很韭菜行为吗？虚拟货币不是不能做，你有几颗心脏？你有几颗心脏？如果你有2颗以上的心脏，你爱做你去做但命只有一条对啊，所以虚拟货币干啦，谁敢说我靠虚拟货币来养老？不敢啊，大家都是冲进去然后传炸弹，传一个炸弹，希望炸弹不要在自己手上爆掉，然后他捞一笔他就出来。对啊，很恐怖的事情买房子我们是平凡人，所以我们买房子。如果我今天身上很多的资源，有创业的资源、人脉什么有没的，那我也不会跟你讲买房子，我去做生意的效率更高嘛。就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甚至是有点废的那所以还是买房子。为什么？买房子政府保你真的是保你股票政府不会保你，你被违约缴跟你家的事那你股票被腰斩你家的事，但房地产政府保你具体是怎么样具体就是说你那个地价税跟那个房屋税你就不要缴或是你就迟缴，我们不要讲那么极端叫不缴你就迟缴，那房子还是你的对不对？政府也跟你加罚金而已那也不会把你的房子怎样了还有在发生疫情或上一波金融海啸的时候，在缴房贷直接就给你宽限，或是你的利率都可以谈，或是直接暂停缴款，这都可以。为什么？政府保你他怕人民流离失所然后都被赶出去，像美国流浪汉很多，结果某个公园聚集了大概2万多人都是无壳瓜牛、无家可归，全部跑到附近的派出所里面去借厕所，暴动所以房地产有政府保护保护你。现在叫做很现代嘛，现代第七波先管制以后，大家难买也难卖，就是你也知道贷款比较难贷嘛这我看起来叫做变相的保护这个市场变相保护它让那些实力比较不够的人先拒之门外。你看现在还有办法上车的人，不管是新青安还是首购，还是买到2屋3屋，第2屋自备款50%第3屋自备款70%，现在还有办法再买的人，多么的坚挺这都在打消未来那个房地产泡沫化的疑虑。所以房地产市场长期来说是我认为还是相当之坚挺没什么问题聊了那么多，总之就是凡人要干嘛？凡人买房子就这样房子买不买得起？都买得起都买得起北部的房子也可以因为我去看过，最近去看过。你一讲就台北市，你一讲就新北板桥、新北新庄、三重、泸州，你当然很有问题。新北很大很大呢，非常的大呢，坪林也是新北淡水也是新北你走不去哪里看？那边又不是说没有毫无交通机能、毫无重大建设。像我之前我要讲干话这真的是干话。我之前看很久我还搭火车故意去那里看我有看到一个地方叫瑞芳，你能废到笑，什么瑞芳拿出来讲，可是瑞芳房子很便宜而且怎样，它自强号有停，对，瑞芳那个你搭瑞芳的火车，然后去上下班通勤，我觉得时间上你当然舒适度是一回事，但时间上没有比较差呢。为什么？因为像我以前住板桥，然后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我也是通勤我一趟也是1个小时内，我坐捷运也是1个小时内我住瑞芳到内湖科学好像还好，你不觉得吗所以对那也是新北，北部还是有那不要想那么多，凡人就是买房子，买不起房子这件事情不太应该，那就是你看的房子太好了。那你也能接受我说的自强号有停的瑞芳，7堵还比较贵我是看到瑞芳去瑞芳那瑞芳房子你能接受，结果你还买不起那你要检讨了，你要检讨说你要去学一些那个技能来让你的本心看能不能膨胀起来，不然很奇怪嘛。就是这样来跟你分享。